大家好，78岁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，而是晚年生活一道关键的分水岭，更是身体和生活方式必须全面调整的重要阶段。很多老人到了这个年纪，外表看起来精神不错，没有明显的大病大痛，可身体内部的各项机能其实已经悄悄出现衰退，再也不是可以随便硬撑、盲目逞强的年纪了。如果饮食、运动、心态和作息还停留在60、70岁的状态，没有跟着年龄及时调整，各种健康问题就会慢慢找上门，不仅自己受罪，也会让家人跟着担心操劳。为什么偏偏是78岁这个年纪呢？这并不是随口一说，而是结合国家统计局以及多项权威老年健康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。78岁是大多数老年人从身体稳定期进入快速衰退期的重要转折点。从这个年龄开始，身体机能下滑的速度会明显加快，肌肉流失比以往更快，骨密度下降幅度大幅增加，体内慢性炎症更容易被诱发。之前靠着体质扛住的小毛病、老病根也会在这个阶段集中显现。与其等到问题出现再着急补救，不如提前做好调整。尤其是下面4件事，千万不要再硬撑，不要再盲目坚持，更不要为了面子逞强。避开这些误区，老人们能活得更舒心自在，家人也能少操很多心。第一件事，别再长期盲目节食，营养充足，身体才有底气。很多老年人从60、70岁开始，为了控制3高，追求所谓的清淡养生，把节食当成日常习惯。饭量一减再减，一碗饭减成半碗，肉类几乎不吃，鸡蛋因为担心胆固醇也很少碰，炒菜放油稍微多一点就觉得不健康，就连主食都严格限制。这样的方式在60、70岁或许还能勉强适应，可到了78岁，身体代谢和营养吸收能力已经大幅下降，长期节食只会导致营养不良、肌肉萎缩、免疫力降低，不仅没养好身体，反而把原本的体质彻底拖垮。78岁之后，老人基础代谢持续降低，但身体对营养的需求并没有减少，尤其是蛋白质是维持肌肉、支撑身体活动的核心物质。蛋白质摄入不足，肌肉会快速流失，随之而来的就是走路气喘、站立乏力、拿东西费劲，整个人精神萎靡。特别是短时间内体重快速下降的老人，一定要警惕肌少症。这并不是年纪大了自然变瘦，而是身体虚弱的危险信号。这个阶段不用过度追求清淡，适量的瘦肉、鸡蛋、牛奶、豆制品都要正常吃，保证营养均衡，蛋白质充足，才能守住健康的基础，让肌肉有支撑，免疫力有保障。第二件事，别再坚持高强度运动，动的合理比动的剧烈更重要。生命在于运动，这句话人人都知道，但78岁的运动核心早已不是强度，而是安全和稳定。有些老人不服老，依然保持年轻时的运动习惯，广场舞跳得格外用力，爬山一定要登顶，快走追求速度，甚至还坚持长跑、高强度力量训练，觉得这样才是养生。可他们忽略了78岁的身体，骨质疏松程度、关节退化速度、平衡能力和年轻时完全不同。膝盖软骨已经磨损，腰椎椎间盘开始萎缩，身体平衡感大幅下降，这些都是无法逆转的自然变化。强行和身体对抗，只会适得其反。继续高强度运动，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，还会加速关节和骨骼损伤，让本就脆弱的膝盖和腰椎承受更大压力。更危险的是，这个年纪一旦摔倒，很容易造成骨折，后续可能长期卧床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，得不偿失。78岁之后，不是不能运动，而是要选对方式，温和舒缓的运动才最合适。打太极可以舒展筋骨，锻炼平衡。慢走散步，不用追求速度，舒服就好。坐姿拉伸能缓解身体僵硬，偶尔做轻负荷力量训练，可以维持肌肉量。不要再用年轻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
78岁的身体需要安稳养护，慢一点，柔一点，才是最正确的呵护方式。第3件事，别再熬夜和过度社交，保持规律，身体才不会疲惫。到了78岁，不少老人的生活反而比年轻人更忙碌。今天同学聚会，明天同事聚餐，空闲时间就约人打麻将，一坐就是大半天，晚上看电视，刷手机，熬到11、2点才睡觉，日子看起来热热闹闹。可这样的生活方式对身体的消耗非常大。78岁的身体已经经不起熬夜和频繁社交的折腾，这些看似平常的习惯正在一点点消耗身体的元气。先说熬夜的危害，老年人本身睡眠质量就差，松果体功能减退，褪黑素分泌减少，生物钟容易紊乱，表现为入睡困难、睡眠浅、早醒。如果再刻意熬夜，会直接打乱身体节律，导致免疫系统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大脑夜间代谢垃圾无法正常清理，时间久了认知功能快速减退，忘事反应迟钝会越来越明显，情绪也容易焦虑烦躁。过度社交同样会加重身体负担，频繁聚会带来情绪大起大落，会增加心脏压力。聚餐时油腻不规律的饮食会刺激脆弱的肠胃，忙碌的社交还会打乱生活节奏，让身体一直处于紧张状态。78岁之后，身体最需要的是安静、规律、稳定的生活，减少不必要的社交，早点休息，守住自己的生活节奏，让身体充分休息才是最实在的养生。第4件事，别再固执己见，拒绝改变，懂得服老才是真正的智慧。78岁之后，很多老人会变得特别固执，坚持几十年的生活习惯不肯改变，就算家人提醒饮食结构不合理，也完全听不进去。有慢性病需要规律服药，却凭自己的老经验随意减药，停药不按剂量服用。家人好心建议调整生活方式，总觉得自己阅历丰富，不肯接受新观念，一味固守老办法。可他们忘了时代在变化，身体状态也在变化。78岁本就是需要重新适应、及时调整的阶段，一味固执只会降低生活质量。78岁之后，身体各项机能都在衰退，听力慢慢下降，交流变得困难，记忆力减退，容易忘事，认知速度变慢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减弱。这些变化都需要慢慢适应，也需要家人的帮助和引导。如果始终坚持旧的生活方式，不肯做出改变，不仅会和社会脱节，还会增加和子女的矛盾，影响家庭氛围，自己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，尤其是在慢性病管理、饮食调整、心态适应这些关键问题上，不能再只靠老经验办事。身体状况变了，应对方式也要跟着变，要愿意接受新的健康知识，理解自身的变化。哪怕学得慢，改变小，只要愿意调整就是好事。很多人不肯改变，只是怕丢面子，不服老。但真正的智慧是明白78岁需要服老，这不是认输，而是懂得在合适的地方退让，在该调整的事情上改变，这样才能走得更安稳，活得更舒心。其实这4件事背后藏着同一个道理。78岁之后养护身体，靠的不是硬撑，也不是逞强，而是顺势而为的智慧。这个年纪的身体不再是能随意折腾的状态，它更敏感，更脆弱，需要细心呵护。做减法远比做加法更重要，少一点节食的执念，多补充充足营养，少一点高强度运动，多做温和舒缓的活动，少一点熬夜和无效社交，多保持规律生活，少一点固执己见，多学会适应改变，减少不必要的折腾，身体才能更稳定，生活才能更舒心。78岁这个节点不是衰老的开始，而是身体提醒我们该调整节奏，好好爱护自己了。人生上半场，我们靠冲劲和坚持，比拼速度和成就；人生下半场，尤其是过了78岁，靠的是节奏和智慧，比拼的是健康和舒心。
有些老人到了78岁还在硬撑，一场小感冒就可能引发严重问题，让安稳的晚年变得一团糟。而有些老人早早学会放慢脚步，稳定心态，调整生活方式，顺应身体节奏，反而长寿又自在。两者的差距就在于是否明白，人生下半场不是靠冲刺取胜，而是靠稳住节奏，保存体力，才能延长健康的时间，提高生活质量。不要等到身体出现严重问题才想起保养，不要等到摔倒受伤才愿意放慢脚步，不要等到麻烦找上门才后悔当初的硬撑。我们见过太多老人原本可以轻松安稳的生活，却因为不肯退让，不愿服老，把自己折腾得疲惫不堪，既苦了自己也累了家人。说到底，健康从来不是一味硬撑换来的，而是跟着年龄顺应身体做出合理调整，学会顺势而为，才能守住晚年的幸福。78岁这道坎迈得稳，后面的路就平坦长远，硬撑着急躁前行就可能举步维艰。愿每一位78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都能读懂身体的信号，放下执念，学会服老，顺势而为，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活得有活力、有尊严、有质量。愿每一位子女都能多一份理解和引导，少一点指责和强求，陪伴家里的老人稳稳跨过这道坎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舒心安康。要知道，78岁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调整节奏、重新出发的全新信号。我们下期再见。